大家好啊，我是你们的相亲红娘丽姐，干这行也有些年头了，见过形形色色的人和事儿。今天呢，我就想跟大伙唠唠一个特别有意思，可又让人心里怪不是滋味的事儿。这事儿的主人公是一位32岁的单身女士，咱就叫她小李吧。她之前可是我的客户，她这一路的相亲经历啊，真把我惊到了。有那么几个瞬间，我这火蹭的一下就冒上来了。我头一回见小李的时候，她给我的第一印象就是典型的大龄剩女模样。不过咱可得说清楚了，她这条件真不差事儿。就外貌来讲，32岁的她保养的那叫一个好，皮肤细腻有光泽，眉眼间透着股子精气神儿，看着就显年轻。再说说事业，人家在一家挺不错的公司上班，工作上那是雷厉风行，业绩也相当亮眼，凭自己的本事在城里买了房，开上了车，经济独立得很。而且啊，他身上还有股子优雅的气质，举手投足间特别有范儿，那种独立自信的劲儿让人打心眼里佩服，根本看不出岁月在他身上留下啥痕迹。但咱都知道，大龄女性在择偶这一块眼光往往特别高，尤其是在现在这竞争激烈的跟战场似的婚姻市场里，挑挑拣拣好像都成了常态。小李跟我说，他理想中的另一半得是身高180以上，年薪100万，外形帅气，家庭背景良好的男士。末了还特别着重强调一句，最重要的是，男方要有强烈的责任感，愿意为家庭付出一切。我当时就看着他，心里犯嘀咕，这要求可不低啊。小李像是看穿了我的心思，接着说，丽姐，您能理解吧？我都32岁了，之前错过了太多机会，现在好不容易鼓起勇气来找对象，不得找个条件好点的，往后的日子才能过得踏实呀。我听了他这话，虽说心里觉着这要求有点玄乎，但也没多吭声。毕竟每个人心里都有杆秤，找伴侣这事儿标准还得自己定。于是我就开始动用我手头的各种资源，帮他物色合适的男士。这过程可不容易啊，虽说咱人脉广，但要找个完全符合他那一大串高标准的男人，真得费不少劲儿，还得碰运气。好在皇天不负有心人，1个月之后，我还真给小李找到了一位男士，咱就叫他小张吧。这小张比小李小3岁，在一家知名企业当中层管理，收入那是相当可观，一年下来怎么也有个大几十万。模样长得也俊，浓眉大眼，笑起来特阳光，走在街上回头率可不低。更重要的是，小张家庭背景也挺硬实，父母都是公务员，家里条件稳定，没什么经济负担，教养也好。我们仨头一回见面的时候，我就瞧出来了，俩人刚开场都有点放不开，挺拘谨的。不过随着聊天慢慢深入，气氛就渐渐轻松起来了。小张对小李的条件明显很感兴趣，尤其是小李的职业背景，他觉着一个女人能在职场上闯出一片天，独立又有主见，这可太吸引人了。小李呢，一直端着点矜持劲儿，偶尔嘴角微微上扬，露出点笑意。丽姐，这个小张还可以吧？他条件挺不错的。小李瞅见我瞧他，轻声跟我嘀咕了一句，那可不，挺符合你的标准的。不过你也得主动点，毕竟你32岁了，之前错过的机会不少，得抓住眼前人呐。我好心提醒他，打那之后俩人就开始约会了。几次下来，看着进展挺顺利，双方似乎都有了那么点意思，眼瞅着这事儿有戏，我这心里也跟着高兴。可谁能想到呢？到了谈婚论嫁这关键当口，小李藏着的那些底线一下子全冒出来了。有一天，小李专门来找我，一脸严肃地跟我说，丽姐，我跟您透个底，婚姻这事儿我可不敢马虎，彩礼必须得100万以上，少1分都不行，不然我没法安心结婚。他那语气斩钉截铁的，一点商量的余地都没有。我当时就愣住了，100万呢？这可不是个小数目，甭管啥年代都够吓人一跳的。更何况现在这物价跟坐了火箭似的一个劲儿往上窜，普通家庭要拿出这么多钱，那不得8层皮啊！能轻轻松松掏出100万彩礼的，那得是啥样的豪门大户啊，屈指可数。我犹豫了一下，觉着还是得问问小张的意思，毕竟这事儿得双方都点头才行。小张啊，你对彩礼这事儿咋看啊？我试探着问他。
小张一听这话，脸上的笑容瞬间就没了，神色变得有点难看，显然是大吃了一惊。丽姐，这彩礼是不是有点太离谱了？我家里条件虽说还行，可100万对我来说压力太大了，而且咱们这才刚开始交往，感情都还没多深厚呢。是啊，我也觉得这彩礼是不是定得高了点？我扭头看向小李，想让他再琢磨琢磨。那是我的底线，他要是真喜欢我、爱我，就得出这100万。你也知道，女孩子到了我这岁数，找个合适的男人有多难，彩礼要是少了，我以后嫁过去心里能踏实吗？小李面无表情，冷冷地回了我一句。说实话，他这要求别说是小张了，搁大多数普通家庭那都得望而却步。小张虽说收入稳定，工作也不错，但离年薪100万还有段距离呢，家里就算有点家底，一下子拿出100万现金，那也得伤筋动骨。接下来的几天我瞧得出来，小张心里特别纠结，他是真挺喜欢小李的。为了这段感情能修成正果，就想着跟小李好好沟通沟通，看看能不能找到个折中的办法。于是他约小李出去，想心平气和地聊一聊。哪成想这一聊就跟捅了马蜂窝似的，直接炸了。小张刚坐下就开门见山地说：小李，我理解你对彩礼有要求，可100万，这真有点不切实际。咱们才认识不到2个月，我觉着感情才是最重要的。要是你觉得彩礼比感情还重要，那我真不知道该咋回应你了。小李一听这话，眼睛一下子瞪得溜圆，火腾的就冒上来了。你是不是看不起我？我这要求过分吗？我年纪大了，就想找个靠谱的男人，婚姻是一辈子的事儿，不得考虑长远点啊。这100万彩礼我都已经给你让到底线了，1分都不能少。小张也急了，脸涨得通红。你真觉得彩礼能代表啥啊？你以为100万能买来幸福啊？你这是把婚姻当成买卖了，根本不是真心想跟我过日子谈感情。俩人你一言我一语，就这么吵开了，谁也不让谁。小李满心委屈，觉得自己一片真心被人践踏，小张都不肯为他付出。小张呢，也是一肚子苦水，他觉着自己都已经够让步了，小李咋还这么死心眼？认死理儿呢？这么一吵，谈判彻底崩了。小张铁青着脸，咬着牙说：我没法接受这么高的彩礼，这婚我看是结不成了，咱俩还是算了吧。说完扭头就走。小李就像被施了定身法似的，呆呆地站在原地，半天没回过神来，像是被人狠狠敲了一闷棍，压根没想到事情会闹成这样。打那之后的几天，小李整个人都蔫了，情绪低落到了极点，整天闷不吭声。我这心里看着那叫一个无奈，还有点生气。从一开始我就跟他念叨，找对象不能太死板，别把婚姻当成一场交易，更不能因为年纪大了点就给自己整一堆不切实际的高标准，得用心去感受，找个真心实意跟自己过日子的人。丽姐，您说我是不是错了？我当时咋就猪油蒙了心，跟他开那么高的彩礼呢？有一天，小李耷拉着脑袋来找我，眼神里满是迷茫和无助。其实你也没啥大错，就是没把这事儿看全乎了。婚姻是2个人一块经营的事儿，可不是光靠彩礼就能撑起来的。我长叹了一口气，语重心长地跟他说：你把彩礼当成婚姻的重中之重，一门心思盯着钱，很可能就会错过真正跟你合拍的人。小李听了我的话，沉默了老半天，然后像个泄了气的皮球似的，低声嘟囔道：我真后悔啊，也许我当初真该换个角度去看待感情这事儿。回顾小李这一路的经历，我心里也是感慨万千。今天把这事儿跟大伙唠唠，就是想给大家提个醒。婚姻啊，那可是咱人生中的一段超级重要的旅程，可不是能用钱去衡量的买卖。彩礼虽说算是个传统习俗，可它绝对不是衡量婚姻幸福与否的标杆。咱每个人都得心里有数，感情的根基是啥？是相互理解、尊重和信任，可不是那些个冷冰冰的物质条件。32岁这个年纪，可能是会让一些单身女性心里发慌、焦虑的不行。可这并不意味着就得靠抬高彩礼要求来给自己找婚姻的保障。真正值得托付终身的人，往往是那个愿意陪你风风雨雨、磕磕绊绊走一辈子的人，而不是一个只在彩礼上跟你讨价还价，把婚姻当生意的交易对象，
小李的事儿只是众多大龄单身女性中的一个小片段。好多人都碰到过类似让人头疼的抉择，但我想说的是，甭管你年纪多大，婚姻的真正价值在于两个人真心实意的感情投入。还有携手并肩的共同努力，可不是光靠钱就能把俩人硬绑在一起的。希望小李的这个故事能给大伙带来点启发，也祝愿每一个还单着的朋友都能顺顺利利地找到那个能相伴一生、让你安心托付的人。大伙要是在相亲找对象上有啥困惑，都可以来找我唠唠，说不定我能帮你出出主意，少走点弯路呢。